高市早苗宣称日本回来了，亚洲局势何去何从？特朗普下达最后通牒，辞职或开战，马杜罗2选1。白俄举白旗，希望与北约对话，以此保障东欧安全。波兰启动最大规模扩军，30万军队直面俄罗斯。米格31飞越波罗的海，触发爱国者导弹，俄欧空战一触即发。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这一次高市早苗不装了，其在参加一档节目时表示日本回来了，这话就大有讲究了。一个什么样的日本回来了？看日本现在的动作，这个回来很大概率是军事武装的回归。从这3个方面可以看出来。第一，以前的日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房屋费用不能超过 GDP 的1%，但现在这个规矩早就被抛之脑后。高市早苗政府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房屋预算8472亿日元的资金数额，不但刷新了历史记录，而且让日本25年国防经费总额达到了惊人的11万亿日元，提前2年实现了日本房屋开支占 GDP 2% 的目标。第二个方面，日本一直以来的逻辑是专守防卫，毕竟军队都叫防卫队了，现在却是往进攻方面考虑。比如日本一边不停地采购美国的战斧，一边又不断改进自己的1-2式，想让其射程拉长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这就是意味着日本的导弹不再只是坐在门口拦截，而是具备打击敌方腹地的能力。第3个方面也是日本在武装最显著的表现，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往西南方向靠近，甚至还驻扎到了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接着部署大量导弹和防空系统，目的显而易见，打造一面西南导弹墙，盯防西太平洋的关键航道，甚至让这些岛屿变成切断对手介入路线的火力据点。当然，这些都是火力军的推断，高市早苗并未做具体回应，日本具体打算与行动还有待观察。各位又怎么看待呢？亚洲局势不平静，加勒比地区同样掀起暴雨，持续多日的对峙，随着特朗普最后通牒落下，终于要开启一场不对等的对决了。美国和委内瑞拉对峙了几个月，现在终于要爆发了。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已经在白宫召开会议，讨论针对委内瑞拉的后续行动。按照美军当前的军事部署，这个后续行动很大概率是登陆作战，加上至少有 15% 正在执勤的美国军舰被动员到加勒比海地区，频繁对委内瑞拉施压。特朗普就是在向马杜罗发出最后通牒，下台还是战败。马杜罗也不客气，直接表示委内瑞拉拒绝努力时和平，也就是说马杜罗要跟特朗普硬刚到底。不过大家别看马杜罗现在这么硬气，如果我们将时间倒回到11月，就会发现这家伙其实是美委对峙以来第一个向美国举白旗的人。根据路透社报道，11月份特朗普与马杜罗私底下曾进行过一通电话。据可靠消息称，通话时间是在特朗普宣布彻底关闭委内瑞拉空域之前，当时的加勒比局面还称不算严峻，但马杜罗却开门见山地表示，他同意美国政府的提议，自己愿意下台，但前提是他和他的家人获得法律赦免，还要解除对他的100多名委内瑞拉官员的制裁，以及终止国际法院对他的一项重要指控。至于委内瑞拉会变成什么样，就不关他的事了。这番话就连火力军也听得一愣一愣的，毕竟按时间算，马杜罗才刚刚发表完国家面临存亡时刻的演讲，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起来，为祖国献出生命，结果他一个人躲到国外快活自在。事实证明，马杜罗想多了，特朗普回绝了他的大部分要求，只认同他能携带家人离开委内瑞拉，但时间只有1周。1周过后，美国会亲自把马杜罗拉下台，而这也是最后通牒的来历。或许是知道没有法律赦免以及撤销指控，逃到国外也只能像通缉犯一样四处逃跑，加上舍不得放弃对军队的控制权，马杜罗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委内瑞拉。如今1周时间已经过去，最后通牒，加勒比海的风暴马上就要刮起来了。对于马杜罗来说，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筹码，在美国面前，委内瑞拉的前途很清晰。不过马杜罗并不孤独，他还有一位同道中人白俄罗斯。面对北约，白俄同样做了件类似举白旗的事。白俄罗斯国防部助理瓦列里列文科接受电视台采访时突然表示，白俄愿意与北约展开对话，以确保东欧地区的安全。这句话虽然简短，但信息量却是爆炸的。白俄是什么人？俄罗斯著名的小弟，自俄乌战争以来就一直跟在老大哥后面，疯狂给乌克兰和欧洲各国使绊子。结果大哥还在前线跟乌克兰打得难舍难分，正是需要小弟继续力挺的时候，白俄却跑了。别打我，有话好好说。白俄为什么突然认怂了？
这波操作并不难看懂，因为卢卡申科真的快顶不住了。看看白俄这2年的情况就知道了。先是2021年的移民危机，白俄罗斯跟波兰在边境线上大打口水仗，波兰连夜修了几公里长的隔离墙，防贼一样防着白俄。到了今年秋天，白俄的处境就更尴尬了。立陶宛不断控诉其走私烟草，为此一度关闭了海关边境，导致白俄外贸市场受到重挫。但更狠的是，波兰和立陶宛后面还一起关闭了白俄边境检查站，直接切断白俄的人员流动和贸易通道。对于一个内陆国家来说，这就是把它困死在家里。加上北约各国的制裁和孤立，白俄罗斯虽然嘴上强硬，但身体很诚实，经济受不了，民生受不了，再这样下去，恐怕还不等俄乌签署和平协议，白俄罗斯就先沦陷了。另一边，俄罗斯让他很心寒，普京最近一直忙着战线推进与和平谈判，看都没有看小弟一眼。但这也不能全怪克里姆林宫，为了维持战场推进，普京甚至宣布全国加税，都自身难保了，哪里还有空保小弟？当然，白俄不会真的完全倒向欧洲。列文科话里有话，仅表示愿意接受欧洲的意见，但前提是白俄依旧坚守自身立场。翻译过来就是，表面上卢卡申科是在服软，实际上是在玩一招缓兵之计。首先，他想给紧张的局势降降温，防止擦枪走火。毕竟北约的枪口已经顶到了白俄脑门上，真打起来，白俄首当其冲。其次，通过态度上的让步，看能不能争取欧洲的好感，给自己争取一点喘息的空间。对于白俄举白旗的动作，北约各国态度不一，但波兰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没有变，那就是继续加强抵御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力量。为此，他还开启了自俄乌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扩张。火力军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的欧洲谁才是真正的狠角色？答案不是老牌强国英法德，而是一直在偷偷发育的波兰。就当前来看，波兰拥有北约第3大军队，人数仅次于美国和土耳其。加上此前波兰还宣布了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训练计划，向40万公民传授军事、医疗等作战技能。波兰实际能投入战斗的人数只多不少。而且这几天波兰还搞了个大手笔，他向瑞典萨博公司敲定了一份价值26.1亿美元的大订单，委托其打造3艘 A26 级潜艇。根据德国联邦安全部队报告称， A26 不仅能从事水面收集情报，还能直达海底，打击敌方破坏水下基础设施的活动。说白了，这家伙就是奔着保护海底电缆和管道去的，把俄罗斯潜艇赶出海底。这只是波兰军事扩张的冰山一角，他还跟英国买了3艘米茨尼克级护卫舰，并考虑再增购5艘，表明不但要俄潜艇赶出海底，还要将其赶出波罗的海。除了军备，在兵力上，波兰也下了狠手。根据部队新闻报道称，波兰正在打造一支欧洲规模最大的陆军，真不是在跟各位开玩笑。按照计划，到2030年，波兰将组建一支30万人的军队。为了武装这支部队，波兰从美国购入250辆埃布拉姆斯，配备400门榴弹炮，再购入96架阿帕奇，接着又从韩国进购约800辆 K2 黑豹。至于各种零散的火炮和战车，也是来者不拒。大家或许不知道，这种规模的采购意味着什么？这代表波兰陆军的机械化水平和火力密度站在了欧洲前列。波兰已经成为了北约在欧洲大陆上的头号打手。现在，这支钢铁洪流正死死地顶在波俄402公里的边境线上。除了陆战装备大升级，空军方面波兰也没闲着。据悉，波兰正着手打造新一代空军，并豪掷46亿美元购买了32架 F-35A。首批飞行员已在今年夏天完成了训练，随时可以投入战斗。波兰这波扩军目前很明确，趁着俄罗斯被乌克兰拖住，赶紧将自己武装起来，哪怕日后和谈告吹，或者俄罗斯卷土重来，波兰都能拥有与其掰手腕的手段。事实证明，波兰的军事升级很有见地。俄罗斯正在不断加强其在北约国家的军事行动，之前还只是派无人机或者侦察机搞搞偷袭，现在却光明正大地派出战机，携带威力巨大的导弹奔向北约领土。随着爱国者防空系统被触发，俄乌空战一触即发。几天前，波兰东部突然拉响战斗警报，位于热舒夫亚松卡机场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瞬间切换到了高度戒备状态。而隶属于北约指挥部的波兰和德国军队也从例行监视状态转变为了战备状态。北约之所以如临大敌，是因为天空上突然出现了4架俄罗斯米格31。自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已多次使用米格31发射匕首导弹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而且其射程高达2000公里，哪怕在俄罗斯境内也能打击北约的纵深地带。除了敏感的导弹，这俄战机现身的热舒夫亚松卡机场同样敏感。这不是一般的民用机场，而是欧洲向乌克兰运送战略物资的大动脉。无数的武器装备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送入乌克兰。
对北约来说，它就是绝对不能出现意外的军事枢纽。因此，当4架米格31出现在机场上空，爱国者系统立马咬住了4个侵略者，拦截弹随时准备升空。一旦米格有多余的动作，几秒之内，米格就将变成4朵沸腾的烟花。在这个关键时刻，俄机还是认怂了，他们跟往常一样偷窥几眼，然后小偷一样飞回了俄本土。俄罗斯不是闲得无聊，根据图片报道，俄罗斯这波抽象的操作是为了对北约进行压力测试。比如从雷达发现目标到下令开火，这中间有多少秒的延迟，俄罗斯人现在恐怕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俄罗斯的入侵把北约逼急了，之前有风声传出，北约很可能授权成员国在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直接击落俄罗斯战机。管你携带什么匕首、菜刀、杀猪刀导弹，一旦来犯就请你吃爱国者。这也意味着双方的交战规则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厉，擦枪走火的概率正在直线上升，这些是俄罗斯自找的。不过还来不及应对北约的威胁，达喀尔海域又传出惊天巨响，这次巨响彻底打断了俄罗斯航运的根基。根据路透社报道称，土耳其邮轮公司贝西克塔斯航运最近宣布，立马停止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航运活动。这家公司来头不小，自从俄石油被层层封锁后，贝西克塔斯就成了俄石油航运的最大金主。他这波操作跟判俄航运死刑差不多。那贝西克塔斯为什么突然这么绝情？时间倒回11月27日，贝西克塔斯2艘运载着俄石油的梅尔辛号正安静地停泊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附近海域，没有任何预警，船体外部突然发生了4次猛烈的爆炸，海水涌入机舱，油轮差点沉没。诡异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袭击是谁做的，但这4声巨响却把土耳其人给炸醒了。他们开始考虑跟俄罗斯合作的安全问题，结果才刚刚有这个想法，俄油轮就再度爆炸，而且还是连环爆。第一次爆炸发生在11月29日，据乌克兰安全局透露，其研制的海宝贝无人艇成功袭击2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油轮开罗号和维拉特号。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其中一艘油轮冒起熊熊大火，眼看完蛋了。这还没完，12月2日，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又对克里米亚附近海域航行的中伏尔加河2号油轮进行了致命打击。现场照片显示，船上都是被炸成废铁的零部件，甚至船壁上还有大大小小的弹孔。俄油轮连环爆，贝西克塔斯公司的心态也爆了。他们在声明里直白地说，我们一直遵守欧洲提出的价格上限，也没有违规，但现在的安全风险已经无法承受了。说白了，哪怕俄罗斯是他们最大的客户，但为了保命也得把他拉黑。就火力军看来，俄痛失最大金主并不是让人意外的事，而是乌克兰频繁打击俄石油基础的必然结果。根据彭博社报道，11月份乌军至少14次使用无人机击中了俄炼油厂，平均2天1次，也是战争爆发以来单月袭击次数最多的一次。除了炼油厂，大量俄油轮、港口和输油管道同样吃满了乌军的大导弹。比如不久前，乌克兰海军无人机直接击碎了里海输油管道联盟码头的3个泊位之一。这个码头属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石油最大的出口通道，遭到破坏后，俄与哈萨克斯坦的石油交易几乎断崖式下跌。而这样的打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总的来看，贝西克塔斯的退出对俄罗斯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这是土耳其最大的油轮大户，手中握着29艘大船。他们这次跑路还有可能引发羊群效应，更多金主也可能跟着跑了。虽然有报道称印度又开始偷偷买折价俄罗斯石油，但在这种谁运谁挨炸的环境下，恐怕印度也无法坚持太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对于高市早苗日本回来了的言论，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